公司靠我研发的独家饮品配方，成功拿下业界顶级金奖。可庆功宴上，老板却将20万奖金发给市场总监，只扔给我2000块红包。小林啊，公司的产品都是人家陈朗销售出去的，你就调配一下原料，2000块不少了。我看着他一言不发，将那薄得可怜的红包揣进兜里。他以为我傻，会一直给他当免费劳动力，殊不知我转头就注册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直到某天夜里，钱老板一连给我发了18条语音，妻子好奇地凑过来，听完最后一条，脸色惨白地看着我。你到底在配方里留了什么？时间倒回3个月前，美味饮品集团的年度年会现场，刺眼的聚光灯打在舞台中央，主持人扯着嗓子高声喊出年度金牙奖获奖产品出现。话音刚落，台下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我一个人缩在会场最偏僻的角落里，看着大屏幕上那款再熟悉不过的绿色瓶子。这款叫初见的爆款饮品，完完全全是我一个人的心血配方，从最初的原料选材到核心工艺打磨，经过上百次的调试，花了1年半的时间才调出的独特风味。下面有请我们初见项目的官方负责人陈朗先生上台领取大奖。陈朗穿着一身量身定制的高定西装，头发梳得油光水滑，满面春风的大步走上领奖台。他从主持人手里接过那个沉甸甸的纯金奖杯，对着话筒声音洪亮地说：感谢公司，感谢老板，感谢我的整个团队。他站在台上滔滔不绝讲了10分钟，从头到尾一个字都没提过研发。我就那么坐在台下，像个和这一切毫无关系的局外人。颁奖环节结束后，就是盛大的庆功宴。老板冯友林端着高脚酒杯走到我们研发部这桌，象征性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小林，这次你干得还算不错。说完，他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小红包，随手塞到了我的手里。辛苦了，好好干。那个红包捏在手里几乎没什么重量，不用拆都能大概猜到里面的厚度。旁边有同事跟着起哄：老板，陈总监这次拿了多少奖金啊？冯友林得意地伸出2根手指：这个数20万，公司1分钱都不要，全给咱们的大功臣。话音刚落，所有人都齐刷刷向邻桌的陈朗投去无比羡慕的目光。陈朗端着酒杯朝我们这边举杯致意，眼神特意在我身上停留了1秒，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像是一种胜利者对失败者的不屑。我面无表情地把那个波红包揣进兜里，端起酒杯一口喝干了里面的白酒。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妻子苏晴正坐在客厅里等我。她看我脸色阴沉的不对，赶紧走过来，伸手从我兜里掏出了那个红包。她拆开红包，从里面抽出了钞票，总共2000块。她当场就愣住了，苏晴的脸色一点一点彻底沉了下去。陈朗呢？他拿了多少？20万。客厅里的空气瞬间凝固得像冰一样，我能清晰地听到墙上挂钟秒针走动的声音。苏晴忽然笑了出来，是那种被气到极致的冷笑。配方是你熬了1年半做出来的，他陈朗凭什么拿20万？他是项目负责人。狗屁的负责人！他猛地把那2000块钱狠狠摔在桌上，气得胸口剧烈起伏。他懂个屁！他连甜菊糖和阿斯巴甜都分不清。我坐在沙发上听着妻子的抱怨，低着头一句话都没说。说着说着，苏晴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林宇，这5年你在那个破公司到底算什么？一个只会调配原料的工具吗？我看着散落在桌上的那2000块钱，忽然觉得无比的讽刺和可笑。现在就去找冯友林。苏晴的声音气得在发抖。问问他，你熬了5年的心血，就只值2000块钱吗？不用找他。我缓缓站起身，一言不发走进书房，打开了桌上的电脑。苏晴疑惑地跟在我身后，看着我在电脑上新建了一个空白文档，她愣住了。你要干什么？写辞职信。她站在原地沉默了很久很久，然后轻轻走过来，从背后紧紧抱住了我。我支持你。她的声音带着明显的哭腔。这种烂地方不带也罢。我死死盯着电脑上的空白文档，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敲打着键盘。整整5年，我一直天真的以为过硬的技术才是职场立足的根本，可我错了。在这个狗屁公司里，会做漂亮的 PPT 比会做真正的好配方重要100倍。递交辞职信的那天，老板冯友林故意躲着不在公司，最后是人事总监马东面无表情地接待了我。马东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把我的辞职信从头到尾慢悠悠看了一遍。是因为奖金的事你才辞职的吗？我靠在椅背上，没说话也没点头。他皮笑肉不笑地扯了扯嘴角。小林，公司是非常认可你的能力，但是现代企业光有技术远远不够，还要懂得人情世故，这方面你该向陈朗学习。我看着他那副理所当然的样子，忽然觉得无比的可笑。所以我的核心配方加上他的人情沟通，就等于他拿20万，我只配拿2000块。马东的脸色瞬间有点挂不住了，他拿起笔飞快签了字，把辞职信推到我面前。祝你好运。他的语气冰冷，
没有一丝一毫的挽留。办理完所有离职手续，我抱着纸箱路过曾经的研发部，看到我亲手带了2年的徒弟小王，正拿着一份配料表，点头哈腰的向陈朗请教。陈总，这个琥珀酸2钠的添加比例是不是可以再提高一点？我感觉鲜度还不够。陈朗连看都没看一眼，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这种破技术细节，你们自己看着办。我的要求很简单，成本再降5%。小王听完，一脸连连点头。好的，陈总。我抱着装满个人物品的纸箱，面无表情地从他们身边走过。陈朗一眼就看见了我，故意大声叫住了我：“老林，要走了。”我停下脚步，淡淡的点了点头。他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用一副过来人的口气说：“年轻人不要太计较一时得失，格局要放大一点。你这个性格，在职场上早晚要吃大亏。”那高高在上的语气，活像在教训一个不懂事的晚辈。我就那么看着他，气得浑身发抖，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抱着纸箱转身离开公司。电梯门缓缓关上的那一刻，我清楚听见陈朗在外面跟小王说：“技术这东西做到头也就这样了，根本没前途。”我无力地靠在电梯冰冷的金属墙壁上，缓缓闭上了眼睛。刚辞职的第1个月，我心里还信心满满，凭着金牙奖核心配方研发人的履历，找一份更好的工作根本不难。可残酷的现实狠狠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我前后面试了7、8家公司，每一家都卡在了同一个致命的问题上。最后一家公司的 HR 总监直白地跟我说：“林先生，我们需要的是能带领团队的领导者。你已经36岁了，我们完全看不到你的管理潜力。”36岁，这个冰冷的数字像一座1000斤重的大山，死死压得我喘不过气。家里每个月的房贷加车贷款加起来整整1万2。苏晴为了帮我分担家里的压力，下班后偷偷瞒着我去一家西餐厅做兼职服务员。被我偶然发现的那天，她正端着沉重的盘子，看到我的瞬间，眼睛一下子就红了。她却赶紧转过头，强笑着说：“体验生活而已，挺好玩的。”那天晚上，她躲在被子里，以为我已经睡着了，一个人偷偷地哭了很久。没过几天，丈母娘打来电话，听说我辞职了，语气瞬间就冷了下来。小林啊，晴晴的表妹夫上个月刚升了部门总监，你这是要让我们家晴晴跟着你吃一辈子苦啊！苏晴从我手里抢过电话，跟她妈妈大声吵了起来。妈，她不是冲动，她是受了天大的委屈，我相信她。挂掉电话后，她一句话都没说，一个人默默走到了阳台。我看着她单薄的背影，心里像被无数把刀子反复割着一样疼。家里的存款一天天飞速减少，我的头发也开始一根一根的变白。走投无路之下，我甚至去面试了一家刚成立的食品小作坊，开出的薪资只有我以前的一半。老板是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他翻了翻我的简历，摇着头说：“林哥，你这履历太牛了，但我们庙小容不下大佛，要的是能一个人干3个人活的人，你可能不太适合。”铺天盖地的挫败感和对妻子的愧疚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我第一次开始怀疑，我坚持了10几年的技术信仰到底是不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就在我快要撑不下去濒临崩溃的时候，一个猎头突然主动联系上了我。一家名叫新未来的初创饮品公司正急缺一名首席配方师。这场面试进行得出奇顺利，对方的 CEO 对我之前研发的所有饮品都了如指掌，还对着我不停夸赞。他们开出的薪资是我上一份工作的整整2倍，还承诺给我10%的公司期权。我把这个消息告诉苏晴的时候，她激动得差点跳起来。老公，我就知道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我也满心以为自己的好运气终于要来了。在准备签正式合同的前一天，我出于多年的职业习惯，悄悄对这家公司做了背景调查。不查还好，一查直接让我惊出一身冷汗。新未来的天使投资人居然是我前东家美味饮品最大的竞争对手鲜活集团的副总裁。更让我心里发毛的是，第2天下午，我在新未来公司楼下的咖啡馆里撞见了一个无比熟悉的身影，陈朗。他正和一个陌生男人相谈甚欢，而那个男人正是新未来的 CEO。临走的时候，陈朗从包里掏出一个 U 盘，直接递给了那个 CEO。那一瞬间，我只觉得浑身冰凉，寒意从脚底直窜头顶。我瞬间就把所有事情都想明白了，这从头到尾就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他们看中的根本不是我的研发技术，而是我脑子里装着的美味饮品所有核心产品的配方数据和完整工艺流程。他们想把我当成一颗棋子，一颗用来狠狠攻击我前东家的棋子。等我交出配方后，
他们直接告我窃取商业机密，让我永无翻身之日。我回想起面试的时候，那个 CEO 问了我很多关于初见配方稳定性的细节问题，原来他根本不是在考察我的能力，而是在一步步套取我的核心技术。我当场就拒绝了这份 offer。猎头在电话里不停惋惜，说我白白错失了一个天大的好机会。我直接挂了电话，心里冷得像冰。原来在我被公司扫地出门之后，还有人在背后算计我，想把我最后一点利用价值都榨干。这个人心险恶的世界远比我想象的还要肮脏阴暗。经历了新未来这场骗局之后，我算是彻底醒悟了，凡是靠别人，永远都不如靠自己来的踏实。我的真正价值从来不属于任何一家公司，而是在我这双能研发配方的手，还有装满技术的脑子里。我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苏晴，我要自己创业单干，开一个属于自己的饮品研发工作室。苏晴看着我，眼里满是支持与信任。她拿出了家里仅剩的10万块全部存款。老公，我信你。我租下了一间小小的简易厂房，顺利注册了属于自己的公司。我花了整整1个月的时间，整理了自己10几年积累的所有研发笔记，还有海量实验数据和配方心得。这些东西完全不涉及前公司的任何商业机密，都是通用的研发原理，基础的科学知识，是我实打实的心血积累，这才是我真正属于自己的资产，是陈朗那种只会耍嘴皮子的人永远学不会也偷不走的东西。我开始潜心研发属于自己的第一款产品，没有专业的市场调研，没有花哨的营销推广，我只凭借自己多年的味觉经验和研发直觉，做一款自己真正想喝的健康饮品。2个月之后，我的第一款原创产品谷雨蜜桃乌龙茶正式研发成功。我联系了一家之前合作过关系不错的包装厂，小批量生产了1000瓶试饮装。我把这些样品送给身边的朋友和以前的行业合作伙伴品尝。我的第一个正式订单来自一家小众咖啡馆的老板，他尝过我的谷雨蜜桃乌龙茶之后，立刻激动地给我打来了电话。老李，你这个茶味道太正宗了，先给我来500瓶。这笔微不足道的小订单就像一束温暖的光，瞬间照亮了我和苏晴艰难的前路。我们终于在黑暗中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希望。我开始有条不紊地规划自己的小事业，规模虽然不大，但每一步都走得格外踏实安稳。这3个月里，我一遍遍打磨自己的产品，慢慢积累最初的市场口碑。就在我接到第3个客户订单，和苏晴开心开香槟庆祝的那个深夜，我的手机突然开始疯狂震动不停，消息提醒是同一个头像，一连串的语音消息弹了出来，整整18条。手机备注赫然写着冯友林。我点开第1条语音，冯友林那熟悉又陌生的声音传了出来，带着压不住的焦急慌乱。小林，你在哪？看到消息赶紧回我。第2条语音，他的声音已经开始控制不住的发颤。小林，出天大的事了，你快回公司一趟。第18条语音，他的声音里几乎带上了哭腔，满是哀求。林宇，我求求你了，你再不回来，整个工厂就要彻底完蛋了。苏晴听完最后1条语音，瞬间脸色惨白，紧紧抓住我的胳膊，声音都在发抖。你到底在配方里留了什么手脚？我拿起手机，看着那18条未读语音，神色平静地对苏晴说：我什么都没留，我只是没把所有核心技术都交给他们而已。第2天一大早，前同事老王的电话就急匆匆打了过来。老王是研发部的老员工，老林，他的声音压得极低，跟做贼一样小心翼翼。出大事了，公司彻底乱套了。我走到阳台，轻轻关上房门。慢慢说，别着急。老王告诉我，我离职之后，公司立刻加急推出了初见的兄弟款产品，一款全新的葡萄风味饮品，代号夏至。冯友林对这款产品寄予了全部厚望，一心想复制初见的爆款奇迹，打造今年又一个顶流饮品。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依旧是陈朗。他拿到了饮品的全部配方数据后，大手一挥，直接下令生产线首批就生产50万瓶，打算铺满全国所有销售渠道。就在上周，第一批夏至饮品正式出厂投放市场，结果不到3天时间，全国各地经销商的投诉电话就像雪片一样涌了回来，说这饮料根本有问题，瓶子全都开始胀带鼓包，打开一股刺鼻酸味，跟放馊了一样，顾客喝了直接拉肚子。现在市场监管部门的人都找上门来了，整整50万瓶饮品，一夜之间从预定爆款直接变成了害人的问题产品。公司紧急召回了所有问题产品，开瓶检测之后，发现全部都已经变质，饮品内部发酵产气彻底腐坏，不能饮用。陈朗带着研发部的人熬了3天3夜，翻遍资料也查不出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他对着我留下的配方，把所有原料都核对了一遍，没有任何问题。后来还是研发部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傅看出了关键门道。老师傅说，初见的配方里有一种我亲自培育的复合酵母菌，是用来稳定饮品风味的核心成分。陈朗为了调整口味，
自作主张添加了一种酸度调节剂，结果直接破坏了复合酵母菌的生存环境，自然就会发酵变质了。我安安静静地听着老王诉说这一切。那种复合酵母菌是我耗费半年时间培育出来的，也是一道外人无法破解的隐形技术壁垒。我离职的时候，按照公司规定，把所有实验数据都完整上交了，但是在记录酵母菌活性的那一页资料里，我只标注了它的最佳应用环境，并没有写明它在错误环境下会产生的致命后果。我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句假话，我只是没有把所有关键信息都说全而已。老王在电话里忍不住感慨：老林，我们所有人都小看你了，你这一走，相当于直接抽走了公司的命根子。我淡淡笑了笑：我可没那么大的本事。老王接着说：那批问题产品光原料成本就亏损了上千万，更可怕的是，所有经销商都纷纷要求索赔，公司的品牌声誉也彻底毁于一旦。冯友林昨天在公司大会上拍着桌子暴怒，说就算掘地3尺也要把你找回来，这才有了深夜那18条苦苦哀求的语音。我抬头望向窗外，天已经彻底亮了。原来想要证明自己的价值，根本不需要声嘶力竭的争辩，你只需要安安静静的转身离开，然后静静等待事情的回响就够了。冯友林通过老王拿到了我工作室的具体地址，第二天一早，他就直接堵在了我小工厂的门口。短短3个月不见，他仿佛一下子老了10岁，脸上满是疲惫与憔悴。看到我出现，冯友林冲上来一把紧紧抓住我的胳膊，姿态放得卑微到了极点。小林，不，林老师，你一定要帮帮公司。他开出的条件诱人到让人无法拒绝，年薪300万，是我以前薪资的整整10倍，职位直接定为研发总监，凡事直接向我一人汇报。我把他请进我简陋的办公室，苏晴贴心地给他倒了一杯温水。我神色平静地开口：冯总，谢谢你的好意，但我不会再回公司了。冯友林当场就愣住了，满脸不敢置信。他见状立刻开始打感情牌：小林，公司辛辛苦苦培养了你5年，你不能眼睁睁看着公司倒闭，见死不救啊！我忍不住笑出了声。冯总，当初我递交辞职信离开的时候，人事马总连一句挽留的话都没有说。庆功宴上我到底值多少钱？那个2000块的红包已经写得明明白白。冯友林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尴尬到了极点。他万万没想到，我这个一向沉默寡言的老实人会说出如此直白不留情面的话。我见状，话锋一转：不过我可以出手帮忙。冯友林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满是期待。但我不是以公司员工的身份帮忙。我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早就准备好的报价单，而是以外部技术顾问的身份合作。冯友林伸手接过那张薄薄的报价单，上面只有简简单单2行字：下至产品问题解决方案30万，后续产品配方优化服务，每小时8000元。冯友林看着报价单上的数字，手都控制不住的开始发抖。林宇，你这分明就是趁火打劫，敲竹杠！我缓缓站起身，做出一个请的手势。冯总，这就是行业市场价，是你亲手让我明白，个人的价值需要自己主动定价，门在那边，我就不送了。他死死盯着我，眼神里满是愤怒与不甘，但更多的却是走投无路的无奈。他心里清楚，除了我，他没有任何别的选择。1个小时之后，我的公司账户上准时收到了30万的转账。我以外部技术顾问的身份，重新回到了熟悉的研发中心。研发部所有同事都用敬畏又复杂的眼神看着我。人事总监马东见到我，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容，尴尬地喊了一声：林老师。想要解决下至的产品问题，必须调取当初初见的所有完整研发记录，而这些资料的负责人正是陈朗。他不得不低着头，把一份份文件乖乖送到我面前，那表情难看至极。我当着研发部所有同事的面开口质问他：陈总监，当初初见成功的经验，你在年会上不是总结的头头是道吗？那你倒是给我说说，这个柠檬酸钠，你为什么要擅自加进去？陈朗的脸瞬间长成了猪肝色，支支吾吾半天，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不知道。我淡淡笑了笑，那我就告诉你。因为你想当然的以为它可以替代我配方里的天然酸味剂，还能每瓶多省下2毛钱的成本，就为了区2毛钱，你亲手毁掉了一个上千万的项目。陈总监，你所谓的市场洞察力，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周围的同事瞬间传来一阵压抑不住的笑声。我仅仅用了半天时间，就拿出了完整的解决方案。其实办法十分简单，换掉违规添加的酸度调节剂，重新调整复合酵母菌的培育周期即可。在提交解决方案的报告里，我不经意间附上了当初研发初见时关于复合酵母菌的全部实验记录，其中清清楚楚记录着此菌株在 pH 值低于 4.5 的环境下会产生不可逆的毒性裂变，而陈朗擅自添加的柠檬酸钠刚好让下肢的 pH 值降到了 4.2， 所有真相彻底大白于天下。冯友林当场暴怒发作，直接撤掉了陈朗的所有职务，
把他发配到仓库去做搬运工。陈朗在被保安带走之前，用怨毒的眼神死死盯着我。林宇，你够狠！你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我平静地看着他，淡淡开口：“我只是把你当初塞给我的一切原封不动地还给你而已。那2000块的羞辱红包和这30万的顾问费，到底哪个才更狠？”夏至的产品危机彻底解决之后，没过几天，鲜活集团的采购总监李总就主动联系我，私下约我在一家私密性极好的私房菜馆吃了顿饭。他不是别人，正是我之前在新未来公司楼下咖啡馆看到的那个和陈朗相谈甚欢的陌生男人。那天晚上，我们没有多余的寒暄，一杯接一杯的喝酒，直到酒过3巡，桌上的菜凉了大半，李总才放下酒杯，脸上的笑容收敛了几分，压低声音道出了背后的全部实情。原来陈朗早在半年前就被鲜活集团暗中收买了，他在美味饮品干得并不安分，一直想跳槽到实力更强的鲜活集团，而对方也早就给了他承诺，不仅给更高的职位，还许了丰厚的年薪和分红。作为跳槽的交换条件，他必须给鲜活集团带一份足够分量的投名状，这份投名状就是我耗费1年半心血研发的初见核心配方。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在交出配方的时候留了关键一手，他费尽心机偷走的只不过是配方的表面流程和基础原料配比，根本没有触及到最核心的技术壁垒。而之前新未来那场看似诚意满满的招聘，从头到尾都是他们联手布置的一个圈套。他们摸清了我辞职后的困境，想借着高薪和期权把我骗进新未来，一步步榨干我脑子里所有关于美味饮品的核心技术和研发思路。等目的达到，就一脚把我踢开，再把窃取商业机密的黑锅稳稳扣在我头上，让我彻底永无翻身之日。李总端起酒杯，脸上带着几分歉意和敬佩，笑着说：“林老师，说实话，是我们看走眼了。陈朗那种只会耍小聪明的货色，留着他也是个隐患。不过正所谓不打不相识，我们鲜活集团是真心实意想跟你展开长期合作，我们看重的是你实打实的技术能力。”他当场就抛出了合作方案，后续鲜活集团所有高端饮品产品线的研发工作全部外包给我的工作室。没有丝毫犹豫，我签下了自己创业以来的第一个超级大单。这个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就在整个饮品行业传开了。之前和我有过合作的渠道商、供应商，还有一些业内的同行，听说我独立门户创办了自己的工作室，还拿下了鲜活集团的大订单，纷纷主动找上门来寻求合作。短短1个月的时间，我的工作室接到的订单就排起了长队，直接延伸到了明年下半年。我再也不是当初那个单打独斗，连自己心血都得不到认可的孤家寡人了。我开始正式招兵买马，扩充团队。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前同事老王。老王技术扎实，为人实在，也看不惯陈朗的作风。我给老王开出了比之前翻倍的薪资，还承诺赠送他公司的股份，让他成为工作室的核心骨干。老王来工作室报道的那天，穿着一身干净的衣服，手里拎着简单的行李，看到我的时候，情绪一下子就控制不住了，眼眶通红，握着我的手半天说不出话。老林，这么多年，也就你懂我，信我，跟着你一起干，我心里格外踏实，就算再苦再累也愿意。就这样，我的小公司从最初只有我一个人的小作坊，一步步发展壮大，迅速成长为业内备受瞩目的技术新贵。越来越多的技术人才主动慕名而来。苏晴每天都会陪我去工作室，看着公司账户上不断增长的营收数字，看着团队越来越壮大，她笑着对我说：“老公，你看，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你现在才真正活出了属于自己的样子，不再受别人的委屈，不再被别人轻视。”我温柔地看着她，伸手抱住她，心里满是温暖和欣慰。是啊，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的真正价值从来不该由别人用红包的薄厚来随意定义，而应该由市场的认可。与此同时，我的前东家美味饮品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一步步走向了衰败，失去了初见这款王牌产品的支撑，又经历了夏至的重大质量危机，加上核心技术人员接连流失，经销商纷纷解约，美味饮品很快业绩大幅下滑，资金链也出现了问题。老王偶尔会跟我提起以前公司的情况，说公司已经开始大规模裁员，留下来的员工也是人心惶惶，每天都在担心自己被辞退。人事总监马东因为管理不善，留不住核心人才，被冯友林直接降职，从总监变成了普通的人事专员。而冯友林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头发就彻底全白了，再也没有了当初的意气风发。但我从来没有忘记陈朗和鲜活集团当初给我设下的那个致命圈套，他们不仅想窃取我的技术，还想毁掉我的人生。我利用自己多年积累的技术经验，花了2个通宵，一点点恢复了陈朗当初交给李总的那个 U 盘里的残缺数据。恢复之后，所有证据都确凿无疑，里面不仅存着初见的完整配方，还有美味饮品未公开的客户报价体系、渠道利润分析，甚至还有一些内部的商业规划和核心数据。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窃取配方了，
这是实打实的商业间谍行为。陈朗就是潜伏在美味饮品内部的内鬼，而我当初差一点就成了替他背锅的替罪羊，被他们钉在耻辱柱上。我们本就不是一路人，道不同不相为谋。我没有丝毫犹豫，把所有整理好的证据匿名发送给了美味饮品的法务部，还有行业监管协会。冯友林得知消息后，为了自保，也为了挽回公司最后的损失，立刻向报了案。转眼1年就过去了。我的林宇饮品工作室凭借一款名为惊蛰的草本气泡水，再次引爆了整个饮品市场，成为了年度爆款。这款气泡水采用我们独家研发的冷萃萃取技术，保留了草本植物的原汁原味，而且全程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和人工添加剂，配方纯天然，口感清爽，一经推出就深受消费者喜爱。线下门店排队抢购，线上销量更是一路飙升。我们的技术实力和产品口碑也成功吸引了国内饮料巨头天府集团的注意。天府集团的投资部负责人亲自带队，专程来到我的工作室，开出了一个让人无法拒绝的高价，希望能全资收购我的公司和整个技术团队。这意味着我不需要再辛辛苦苦打拼，不需要再承担创业的风险，只需要签字同意，就能一步实现彻底的财务自由，再次成为一名高级打工人，享受优渥的待遇。苏晴和团队所有的核心成员都把最终的决定权完全交给了我。他们说，不管我做什么决定，都会一直支持我。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工作室的窗前，认真思考了整整一夜，没有合眼。我想起了当初在美味饮品那个只有2000块的拨红包，想起了冯友林的冷漠，马东的敷衍，想起了陈朗的算计和羞辱，想起了自己辞职后找不到工作的困境，想起了苏晴默默的支持，想起了自己一步步打拼的艰辛。第二天一早，我正式拒绝了天府集团的全资收购提议，但我同时向他们提出了一个更大胆、更创新的合作方案，双方展开深度战略合作。我的工作室作为天府集团独立的专属技术团队，承接他们所有核心棘手的技术攻关项目，帮助他们研发更具竞争力的产品。而我的工作室将完全保持自身品牌的独立性，继续研发属于我们自己的产品，双方互利共赢。天府集团的负责人被我的勇气、格局和独特的想法彻底折服。经过一番商议后，最终同意了我的全部方案，双方顺利签下了战略合作协议。正式签约那天，我站在天府集团总部大厦的顶楼，看着脚下城市里川流不息的车流，心里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自己牢牢掌控命运的踏实与安心。这一年的年底，我受邀参加国内极具分量的食品行业峰会，作为行业新锐代表，在台上分享我的创业经历和核心技术理念。在台上，我没有提及任何一家公司的名字，也没有提及任何人的恩怨，只是平静地讲述了自己从被轻视、被算计到辞职创业，一步步逆袭的故事。演讲结束之后，我在后台的走廊里看到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冯友林。他比1年前更加苍老憔悴，穿着一身不合身的旧西装，手里攥着一叠厚厚的宣传册，看得出来他是作为一家小型创业公司的代表来会场四处寻求投资合作的。我后来从老王那里得知，美味饮品最终还是没能撑住。他看到我的那一刻，身体明显僵了一下，眼神里满是复杂的情绪。他张了张嘴，似乎想对我说些什么，或许是道歉，或许是求助，但最终他只是默默低下头，握紧了手里的宣传册，转身混入了来往的人群，消失在我的视线里。我静静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内心没有一丝波澜，既没有报复的快感，也没有同情的念头。当一个人站得足够高的时候，从前那些曾经让自己痛苦愤怒的恩怨纠葛早就变得无足轻重了。我再也不需要他的任何道歉，因为我已经用自己的成功证明了一切，也释怀了一切。很快就到了我的公司成立1周年的庆典晚宴。晚宴上，我亲自为每一位核心员工颁发年终奖，最低的奖金金额也达到了6位数，还为他们准备了丰厚的礼品和股份分红。站在台上，看着台下一张张充满活力和希望的脸，我郑重地告诉所有人，我曾经被人轻视，被人辜负，所以我永远不会让真正努力奋斗的人吃亏。你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值得被尊重、被回报。晚宴结束后，我早早回到了家。苏晴精心准备了一桌子我爱吃的饭菜，还点燃了蜡烛，氛围温馨又浪漫。吃饭的时候，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微微泛黄的小纸条，轻轻放在我面前。你还记得这个吗？我拿起纸条，上面是苏晴熟悉的字迹，娟秀而有力，是我当初递交辞职信那天她偷偷写下的。上面只有简简单单一句话：老公，我相信你是我见过最厉害的人，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陪着你。看着这张纸条，想起当初的艰难岁月，想起苏晴一直以来的默默支持和信任，我的眼眶瞬间湿润了。所有的辛苦和委屈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窗外
绚烂的烟花缓缓升起，我轻轻举起酒杯，温柔地看着苏晴，声音带着一丝哽咽，却无比坚定。谢谢你，老婆，谢谢你一直相信我，陪着我，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我。苏晴笑着举起酒杯，和我轻轻碰了一下。我就知道，我的老公从来都不会让人失望。烟花依旧在绽放，屋内的灯光温暖而明亮。这一刻，我知道所有的努力都值得。峰会结束之后，我几乎快要忘记冯有林的存在，每天埋首在工作室的研发车间，和老王带着团队打磨新款节气系列饮品。苏晴则把工作室的运营打理得井井有条，公司的规模又扩大了1倍，成为了业内公认的技术标杆。这天下午，我正在调试一款新研发的桂花乌龙冷萃，前台突然打来电话，语气有些为难。林总，有位姓冯的先生找您，说是以前美味饮品的冯总。让他进来吧。推门进来的冯有林比峰会上见到时还要苍老，头发花白的彻底，身上的西装洗得发白，袖口还有磨损的痕迹，手里紧紧攥着一个皱巴巴的文件夹，眼神里满是局促和愧疚，再也没有了当初作为老板的意气风发。林老师，我知道我没脸来见你，但是我实在走投无路了，只能来求你。我示意他坐下，苏晴端来一杯温水，没有多言，默默退了出去，给两人留了独处的空间。冯有林接过水杯，手指都在发抖，喝了一口水，才缓缓道出了自己的困境。原来美味饮品破产后，冯有林没有彻底沉沦，他凭着自己多年在饮品行业积累的人脉，凑了一笔钱，开了一家小型饮品原料贸易公司，想着踏实做点小生意，弥补当初的过错。可他不懂技术，也没有了当初的资源，只能从一些小供应商那里拿货。没想到前段时间他误进了一批劣质的草本原料，客户纷纷找上门索赔，不仅赔光了所有积蓄，还欠了一笔外债。冯有林抬起头，眼眶通红，语气里满是哀求。林老师，我知道当初我对不起你，那个2000块的红包是我轻视你，没看到你的价值。我不求你原谅我，只求你能帮我这一次。我静静地听着，既没有愤怒，也没有同情。我想起了当初庆功宴上的冷漠，可看着眼前这个彻底褪去锋芒，满脸愧疚的老人，心里没有一丝报复的快感。我帮你，不是因为原谅你。我缓缓开口，语气平静，是因为我不想看到有人因为不懂技术、不尊重诚信，再走你的老路，也因为我始终相信踏实做事的人值得被给一次机会。冯有林听到这话，瞬间红了眼眶，激动得说不出话，连连对着我鞠躬。谢谢林老师，谢谢林老师，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我没有再多说，转身喊来老王，把冯有林带来的劣质原料样本递给老王。你带他去实验室看看这批原料的问题出在哪儿，再给他推荐几家优质的原料供应商，教他怎么筛选原料，把控质量。老王愣了一下，随即点了点头。他虽然当初也被冯有林轻视过，但看着冯有林的模样，也生出了几分恻隐之心。接下来的几天，老王手把手地教冯有林辨别原料的好坏，讲解不同原料的适配场景，还把林宇工作室长期合作的优质供应商联系方式给了他。冯有林学得格外认真，每天早早的就来到工作室，跟着老王泡在实验室记笔记、问问题，一改当初的浮躁和傲慢，变得踏实谦逊。他也终于明白，当初初见的成功从来不是陈朗的营销功劳，而是我日复一日的打磨和坚守。他也终于懂得，一个人的价值从来不是地位和财富，而是踏实的付出和诚信的底线。在我和老王的帮助下，冯有林找到了优质的替代原料，赔偿了客户的损失，化解了危机。半年后，冯有林带着自己筛选的优质草本原料，再次来到我的工作室。这一次，他不再局促，眼神里满是真诚和感激，手里拿着一份正式的合作协议。林老师，这是我公司最好的原料，我想和你合作，成为你工作室的专属原料供应商。我不敢保证原料是最便宜的，但我能保证每一批原料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绝对不会出现任何质量问题。这是我对你的承诺，也是我对自己的警醒。我拿起协议看了一眼，上面的条款公平合理，甚至比其他供应商的条件还要优厚一些。我抬头看向冯有林，看到了他眼底的真诚和坚定，点了点头。可以，我相信你。签约的那一刻，冯有林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久违的踏实的笑容。他伸出手，对着我郑重地说：林老师，谢谢你，以前是我糊涂，以后我一定会踏实做事。没有轰轰烈烈的道歉，也没有刻意的讨好，两人之间的恩怨就在这一次握手，一份协议里悄然化解。冯有林终于明白了价值与尊重的真正含义。后来，冯有林的原料公司成为了我工作室最靠谱的供应商之一，两人偶尔会在工作室见面，聊的都是原料质量、产品研发的话题，再也没有提及过去的恩怨。老王偶尔会打趣我：你当初还被他气得辞职，现在居然还帮他，你心也太宽了。我笑了笑，
看着窗外正在忙碌的团队，看着不远处正在和苏晴沟通工作的冯友林，轻声说：“真正的强大不是报复，而是释怀；真正的成功不是踩垮别人，而是各自安好，都能凭着自己的努力活得踏实体面。”那天下午，阳光透过工作室的窗户洒在每个人的身上，温暖而明亮。我知道，我不仅救赎了冯友林，也彻底释怀了自己过往的委屈，而我的事业也会在这份踏实与善意里走得更远更稳。